男子将断手伸进嘴里，弄出表面的指纹，接着用断手的大拇指成功开启保险库。当保险库打开的瞬间，大量现金飘洒而下。阿伟兴奋地拿来登山包，不停往里塞，而周英快速来到桌子前，将面粉装进包里。这种东西毫不逊色，刚才的大量现金，一瓶的价格都高达2500万韩元。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钱和面粉，故事还要回到几分钟前。阿伟一脚踹开房门，周英在身后不停开枪，轻松了就解决掉房间里的安保人员。只剩下手持匕首的部长躲在办公室下方，两个人还注意到社长被阿东用匕首挟持着。阿东还怒斥阿伟，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？阿伟面对质问没有立即回答，反而将目标锁定在部长的身上。部长小心地探出头，声称如果你们是来找钱的话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因为自己已经折磨社长1个小时了，但他始终不肯说出藏钱的位置。后来又因阿东的出现挟持社长，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了30分钟左右，而阿东也被刺伤，一直在流血，苦苦支撑。听完此话的阿伟这才反应过来，周英根本不知道社长的钱藏在哪里。不管周英如何解释，阿伟都听不进去，甚至还一步步退到阿东的身边，两人短暂的合作也因此破碎。部长也是个老狐狸，通过局势判断出手枪里只剩1发子弹，随后又连忙劝说阿伟和自己联手，只要解决掉周英和阿东，就能继续逼问社长说出钱的下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平分。而受伤严重的阿东也开口说道，只要周英肯打死阿伟，自己就立刻放了社长。就这样，几人的矛盾冲突愈发剧烈。最终，在这紧张的气氛下，周英做出让所有人都不敢想的举动，居然直接开枪将受伤严重的社长射杀。部长被气得手持匕首扑了上去，结果却被阿伟给按在墙上猛刺。而周英见状，直接推开阿伟，亲自补刀，将10几年受过的委屈全都发泄在部长身上。阿伟已经被周英气得快疯癫了，现在不仅约定的钱没找到，还差点把自己的命搭在这里。可周英却一脸无所谓的声称，反正现在找到钱也没什么用，因为他无意间看见外面的城市一样被地震波及。但阿伟根本不信对方的鬼话连篇，说什么也得薅点值钱的东西再走。接着将部长的戒指和手表拔了下来，然后又来到社长身边寻找值钱的东西，却意外发现社长的胳膊上全是针孔。而周英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立刻出门将登山包拿了进来，并从里面拿出一把斧头，硬生生砍下社长的手掌。随后用社长的指纹打开旁边的保险柜，阿伟本以为里面是现金，快速拿来背包装钱，可等凑近才发现里面装的全是药品。周英表示这是社长赚钱的主要来源，如果拿到外面贩卖能值很多钱。周英还声称是自己先找到的，你只能拿2成的药品。阿伟身为刑警，拿违禁药品显然不合适，于是就把所有药品都让给周英。这时昏迷的阿东忍着剧痛醒了过来，他虚弱地恳求阿伟救自己的父亲，还说知道社长的钱藏在哪里。因为在挟持社长的时候，对方一直看着某处方向，但条件是两人必须带自己一起出去。阿伟想都没想，立即答应要求，随后便指向房间里的某个地方。周英顺着方向来到中央空调的设备前，接着直接掰掉表面上的外壳，一个巨大的保险柜出现在两人眼前。阿伟用斧头砸开保险柜旁边的格子，成功找到指纹识别锁。周英立即拿来手掌试图开启保险柜，可所有手指都试了一遍，都无法打开。心急的阿伟立即夺过来查看，认为是手指上有血渍遮挡了指纹，于是拿起社长的手掌仔细清理血迹，最后成功打开保险柜的大门，无数的现金瞬间飘洒下来。阿伟不敢耽误的拿来登山包疯狂往里面塞，而周英对钱财根本不感兴趣，反而拿着手提包将所有药品都打包带走，最后只是随意往包里的缝隙中装钱。阿东看见两人准备离开，连忙恳求带自己一起离开，可眼下的这种状况，两人怎么可能会带上阿东这个累赘？而周英看着对方痛不欲生的样子，立即蹲下身，从包里拿出药品递给阿东止痛，让他自己想办法逃离出去。随后背上沉重的书包原路返回，却发现大楼再次发生坍塌，并把出去的道路给堵死了。这时阿伟想起自己之前掉进澡堂中时，好像看到澡堂底部有一个洞口通向外界，说不定可以从排水渠逃出去。现如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两人想都没想直接跳了下去。虽然不是第一次跳下，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刺激。等他们从水池里爬出来后，阿伟率先找到水池开关，接着两人合力将水阀开关打开，只见水池中央形成巨大的漩涡，两人也没浪费时间，背起登山包跳了下去。顺着水流的方向，两人来到一处水库中，他们挣扎地往岸上游去。刚到岸边，周英就发现远处还躺着一个人，当走过去才看清楚是阿东。原来对方将药品注射进体内，痛感瞬间消失，并看见他们跳进水池里，也紧跟其后，这才侥幸地逃离出来。阿伟想到之前多次欺骗坑害阿东，于是带上对方一起前往城市治疗。阿伟本想用手机拨打救援电话，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
没有信号。也就在此时，手机收到大地震的短信，当抬头看去，就发现城市已经变成一片废墟。显然，在这被困的时间里，城市各处都遭受到巨大地震影响坍塌。故事到这里也就此结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韩剧身价的第4期内容。